马斯克要组建的新政党有名字了，就连这 logo 都设计出来了。如果不出意外，接下来就应该是招兵买马，在美国政坛大干一场。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6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今天咱们来聊6件有意思的事儿。第一件呢，还是老马和老川之间的互殴。今天呢，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形式，因为总有一股力量说这俩人就是临时怄个气，最终还能和好。实际上不是的。今天老川又给老马放了2炮，一个呢是说他脸上那个淤青是我打的，不是财政部长打的。第二呢，他说老马是吸食一种叫做氯胺酮的违禁药品。但是老马并没有回应，他现在的重心主要是还是玩他的那个新政党。咱们以图为证哈，有人已经给他设计出这 logo 了，这样的，这是第二种，这名字就叫美国党。大家都知道驴象之争那毕竟都是4条腿的，人家这个第3美国党直接就是2条腿的鹰了。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真的组建新党的话，对老川的影响是什么？我感觉呢，最大的价值是分化共和党。你看，美国中间派这个第3党的大旗一竖，自然是有人来投奔，一部分呢是不满意极左的民主党，一部分呢是不满意极右的这个共和党。人家可是自带选民、自带流量来加盟的。你至少得给个副书记吧。有人呢 P 了一张他在白宫的图有那么点总书记的意思了哈。实际上再过1年多就已经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如果第3党真的成立，而且老马没出意外的话，必然会分化和削弱共和党现在的地位。如果是总统失去了多数党的席位你很多政令你根本就实施不了，那不就成了跛脚鸭了吗？第二件事呢，咱们聊一下川马之争已经产生了外溢，这个效应是立竿见影。咱们看一下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在6月5号，也就是今天，美国联邦众议院举行了一次投票。这个投票呢是356票支持，70票反对。它是表决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呢就是美国政府不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备战领土上成立了行政组织。这条呢实际上就是打了老川的脸，因为老川他提出来那个俄乌停火协议的核心就是你呢既然说已经拿了一部分土地了，你就归你，乌克兰你损失了一部分土地你也拿不回来。这句话有点绕借用这个卢比奥国务卿的原话是说，之所以俩人打起来，或者说呢没有尽头就是因为俄罗斯想要侵占他无法永远侵占的土地。第二呢，乌克兰就无法收回他永远无法收回的土地，有点绕吧，对吧？总而言之呢，他就是割让领土维持一个平安。但这一条对于老川有好处，对于乌克兰却是奇耻大辱。看来这条已经破产了，你得从头再来。大家知道，在共和党里大多数是支持老川的，但这次反而是大多数没有支持老川这个法案。您看，川马之争马上就开始外溢了。第3件事儿，也就是老川讲的大美丽法案，又大又美丽，为什么在众议院争议不断？现在在参议院呢也没法过，除非得过大幅度的修改。现在呢，视觉资本家呢给咱们列了一个图，咱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这里边谁吃亏了，谁沾光了。还是直接给你看图也是我桌面上那图，这是那张图。现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大法案里，美国联邦15个组成部门，其中就只有5个是增加了预算，剩下的10个全部削减。所以说真正削减的人，你说他能同意吗？
咱们还是先看第一个啊，增加最多的是国防部，2026年的支出是9620亿，增加了1140亿，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国土安全部是1070亿美金，增加了420亿，也增加了将近一半。第三个是退伍军人事业部1350亿，增加了50亿。第四是运输部270亿，增加20亿。第五是能源部510亿，增加了10亿。这个是增加的，其中最多的仍然是国防部和国土资源部。那你说，既然增加了，总有部门会削减吧？这里面削减最惨的，你可能不知道，削减最惨的是国务院，就是刘备奥那部门。咱们看数据啊，削减最多的也就是国务院100亿美金，去年是多少？去年是590亿，今年啊直接削减了将近500亿，就剩100亿了。你这卢比奥什么心情？第二呢，削减最多的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440亿，削减了340亿，几乎是腰斩。第三，卫生部的预算940亿，削减了330亿，比去年砍了1/3。第四是教育部670亿，削减了120亿。第五是内政部120亿，削减了50亿，也几乎是腰斩。中间那几个商务部和财政部那个意义不大啊，就几十亿的份额。那我们就来看了，为什么争议不断？就是因为在政客和老百姓眼里，对这件所谓的又大又没力是完全不同的认知。对于老川来说，我增加了国防预算，我增加了边境的投入，加大力度遣返非法移民，这个是他所谓的政绩。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关注的其实就是刚才我念的最多的那几条。第一个，这个国务院啊，你不要以为说它主要是对外援助。我几期节目讲到了，美国的对外援助的很多是粮食和医药品，而这些呢，采购的是美国农民的油啊、大豆啊、花生啊，是援助非洲和南美洲。真正受损的呀，是美国农民的订单。接下来是住房和建设，就是基础设施吧，再就是卫生部门打疫苗，什么医药费报销，再就是教育部门，再就是内政部，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关注的切身利益。如果说这个法案不做调整的话，我觉得在参议院是难以通过的。如果你想要这个图片，我会在留言区放上它的链接，因为我发现留言区不能上图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的链接。第四件事是关于这个美国经济如何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今天劳工部公布了5月份非农就业增长了13.9万人啊，失业率保持在4.2%。然后呢，劳动市场是健康的，美国股票今天的普遍涨了。这儿也揭晓了一个答案，美联储近期是不会考虑降息了。当然了，老川是希望降息刺激经济，但美联储觉得现在这经济、这就业、这数字还可以啊，没有必要降息嘛。第五个是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消息，老川在他的社交媒体真相上发布了一个喜讯，他说：“我们将委派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在6月9号，也就是下周一，在英国伦敦与中国代表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判断，这个谈判肯定会谈出一些实质内容。这个内容呢是双方交个底儿，你能妥协到什么程度，我能妥协到什么程度，大家都很着急，都希望能够尽快达成。但真正签字啊，不可能在伦敦，那极有可能是在北京来签这个字。这个就涉及了双方的想法不同了。您比如说吧，最近啊，美国的汽车业给总统很大的压力。如果说中国的稀土再不供应，咱的生产线啊，福特、通用就得停。这些恰恰是美国共和党的铁杆选民，制造业。所以老川呢，他有这种动力啊，尽快签字。实际上中方呢也有这想法，中方他也受不了这芯片受限制。所以说呢，我判断大概率呢，老川会飞到北京去，双方握个手签个字，把这个事儿呢各自有个交代。这件事对中方是一个大好事。为什么？你看
老川上台以后就发起了这个贸易战，还说让全球的人呢来美国求他，还要来拍他的马屁。你看吧，我们中方呢根本就没有尿他那壶。现在首先是美方认怂了嘛，他颠儿颠儿的坐着飞机来中国啊，来求咱们啊，那咱们就放他一马吧，然后把字儿签完了，咱不又赢了吗？第六件事是关于中国国内经济的一些认知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大合同签了，上面是高兴的，但对于老百姓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啊都能惠及到所有人。有个消息咱们来分享一下，是综合了路透社和CNBC的相关报道啊，2025年的6月6号，其实就是今天啊，花旗表示要裁减北京、上海、大连的员工，一共是3500人。告诉你一个数据吧，他原来的人呢是5500人，裁掉3500，等于是60%以上的人啊裁掉了，现在是只留下2000人。他这句话值得咱们深思。他说，这些部门和职位啊将转移到其他的国家，转移到哪儿？他没说。除此之外呢，恒生银行也宣布裁减1%的员工，然后摩根大通、美国银行也陆续进行人事调整，就连美国银行年初也裁撤了150人。那他为啥要裁人呢？他们是这么想的，主要是各国关系紧张和地缘风险增加。第二呢，是中国国内的需求疲软。第三个是本地竞争加剧。所以基于这3个原因啊，他们要重新评估在中国的投资和团队。我个人的感觉呢，不止这些，因为据统计呢，法国的美妆品牌欧莱雅4月份也是削减零售人员，做化妆品的要削减。德国的梅赛德斯奔驰2月份也传出在中国裁减15%的员工，主要是涉及销售和金融部门，影响的是2000人。你看，卖车的、卖化妆品的、国际金融巨头，他们这些抗压能力非常棒的企业啊，都选择了撤出。什么原因呢？刚才我讲的那3条。那对于老百姓来说啊，你就要考虑，既然国际大巨头他都扛不住，你是否能够扛得住？既然他们有这个前瞻性的指引和这种行动，老百姓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跟随吧。这样呢，也有利于你全球对你的资产进行布局，或者说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好吧，今天的6件事聊完了，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你也打开小铃铛，我每天一更新呢，您就收到了。谢谢，再见。